哇，今天市集超级多人。他们的王宫广场就在前面了，我现在要去他们的王宫广场。今天是礼拜六，他们的假日，他们只休礼拜六，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周休2日，只休1天。哇，这马路有点混乱啊！前面是买票的地方，我要去买票。外国人要1000啊，本国人只要250。我所在的地方是帕坦的杜巴广场。那这个帕坦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00年。那我现在身后这些杜巴广场的建筑大概是可以追溯到1600年左右，所以这边的建筑大概已经有400年的历史。它是一个皇宫广场。那因为我没有请盖的，我在想我等一下要不要请盖的。它所有的建筑物都没有标示，全部都没有标示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哪一栋是哪一栋。可是光看我就觉得很惊人了。哇，这个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地下水，这水池里面有点脏啊。超有历史感的。他们在撒玉米。哇，鸽子在吃玉米。哇，这个妇人直接用这个水洗手啊！我怎么觉得这个水比手还脏？地上都是玉米。哇，里面有人呢，这是可以进去吗？No entry， 哦，所以是印度教才能进去，是不是？旁边都有一些小店，就直接在这么古老的建筑里面做生意，啊，有可能是他们家族已经做好久的生意了，都是我猜的。直接在广场晒衣服，有没有？这是在卖衣服还是晒衣服？应该是在晒衣服。哦，所以这一户人家应该是有人在住的哦。这个是一户人家，这不是观光景点。这有一个路口，这应该是人家家里的路口。像我现在走在这个广场，我前面有一个狗牌，这是他的票。但是我看到很多人，他其实身上是没有票的，我不懂为什么。当地人就算了，因为他这边整个杜巴广场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，只是用眼睛看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发现这一区就是一个很古老的红砖建筑物，可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，就是说你进来就是要付费的杜巴广场，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。然后，好像他们都没有挂啊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如果从那边进来了，因为没有售票亭，所以他们就直接走进来。那如果工作人员有看到的话，就是被叫去买票啊；如果没看到的话，就不用买票。我猜的。哦，这边要另外付费。So in this ticket, Same ticket. same ticket, White one. white. Yes. Another one. Give me a sec. 大家记得进来会有2张票，一张是挂在脖子上的，然后他还有另外一张，就是薄一张纸的。然后因为我另外一张纸掉了，所以，但他看我有买这张票，他还是放我进来了。哎，怎么会掉了嘞？哦，这个是里面有一间神庙吧，我猜。中间这个是一间湿婆庙，它在这个尼泊尔传统庭院的正中间。传统庭院叫做 Chowk， 这个 Chowk 叫做 Kashav Narayan， 这边常常用来举办一些艺文活动。这是一个湿
婆吗？湿婆，库玛丽的海报。它这边有一个很棒的点，就是它非常的在地，很 local。就是说，它所有东西都没有英文，它所有的 instruction 都没有英文，全部都是尼泊尔文。哦，这是皇宫内部。这是他们皇宫内部，我觉得蛮小的。若以皇宫来说，可是当时他们这个王国应该也是小小一个王国，在这个山地的区域。哦，其实也不小哎。对，出去就大街了。这里真的是万神之国啊！我觉得这个尼泊尔他们的柱头的雕刻，要比希腊罗马柱头的雕刻要更复杂。这应该每个很像莲花座的东西，每一层应该是有意义的，只是我不知道。刚讲完就有这个世界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柱头的柱石，代表了每种文明他们自己的象征和雕刻。这边要脱鞋才能进去。这个建筑物的2楼要脱鞋。哇，这个门都超级窄。那我下面看到这个是整个王宫里面最小的一个庭院。中间有一个类似水池的，叫做 Tusha Hiti。有2种说法，第一个是作为皇室的沐浴用途，第二个说法是它是作为祭坛使用。哇，这个我脚上走这个是土做的，我脚上踩这个土，哇，它可能土也是怕被鞋子磨掉。我原本以为要脱鞋是因为木头，结果它这个地板是土做的。哇，再上去一层，这里也是土做的。哇，皇宫用土做的地板。哇，看这个木头，这木头有没有看到？这木头都是费工的做法。从这个皇宫往下看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神庙。相传这附近的建筑物都是在大概16、17世纪的时候由牛瓦人兴建。总共这附近有136个庭院和55座主要的寺庙。哦，小小一个空间，哦，脚很刷，哇，这个很刷。好，这边这个是印度教3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。那比较有趣的是，这边这个小的，这也是湿婆的一个 symbol。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，它其实是湿婆神。那它是湿婆神的身体的一部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，它叫做林加 （Linga）。那它是什么东西嘞？它其实是湿婆的巨屌。湿婆在印度教里面，除了是毁灭之神之外，它也是全宇宙屌最大的神。那这个林加就代表它的生殖器官，所以在尼泊尔和在印度常常会看到这个图腾。哦，大家看不出来这是一根巨屌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大家想象力不够。你要想象这个视角呢是在女性的阴道里面。那如果你的视角在阴道里面，你会看到从阴道口有一根巨屌伸进来，
那这个前面那个凸起来就是刚伸进阴道口的巨雕，那这个叫做鳞枷。所以当时印度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，居然可以想到这么猎奇的视角，有没有？那鳞枷这个图腾在尼泊尔和在印度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有很多的庙都是直接放了好几口鳞枷在里面。这也是湿婆神在印度教里面其中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态。好，那前面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鳞枷，这是放大版的。那这个鳞枷它只是湿婆神的其中一个形态。那为什么是形态呢？在印度教里面，三大主神梵天、湿婆、比湿奴，他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种化身，像释迦牟尼就是比湿奴的第9个化身。大家知道印度教是由佛教演变而成的，那印度教最后在印度和尼泊尔地区取代了佛教。印度教之所以可以取代佛教，然后 dominate 了整个印度大陆，就是因为它用了化身这个剑招。好，不要乱讲。好，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化身这个概念，所以它可以很轻易的把所有其他宗教都融合在印度教里面。像伊斯兰的阿拉主神也可以被融合到印度教里面。任何其他文明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宗教，不管是一神或者多神教，它都可以被解释成是印度教3大主神的化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信耶稣，如果你信阿拉，如果你信释迦牟尼佛祖的话，那你都应该要相信印度教。这招真的是太暴力、太无敌了。帕坦王宫或者说帕坦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广场叫做穆尔广场。我现在的前方是这个广场的南侧，它是塔莱珠女神庙，她就是守护帕坦马拉王朝国王的守护女神。那左边这个骑着摩羯座女神，她是雅穆纳河女神；右边站在乌龟上面的是恒河女神。那后面这个比较高的3重塔呢，它是德古塔勒神庙哦，所以整个广场它是被神庙环绕。好，我现在又走回了刚刚提到的整个宫廷里面最小的广场，叫做Sandali Chowk。然后这边就是刚才提到的 Tusha Hiti。Tusha 在纽瓦语中是甘甜的味道。我们走近看，可以看到，这个水池大概深度是150公分，四周有72个浮雕，非常非常精细，非常非常精美。我靠，我已经在这个皇宫里面撞了3次头了，哇，好痛，又撞到头了。好，看这个门有多矮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门有多矮。好。这是我身高，好，不低头的话是会撞到的，就是撞到这，哦，超痛！哎，低头啊！哎，好，看起来这样就出去了。应该是藏传佛教他们在诵经，藏传佛教的意思。